你知道吗？每年2月14号，这世界上的怨气其实比鬼门开那天还要重。你以为情人节是巧克力的甜味，其实它起源于2000年前那场让女人求着被鞭打的原始祭祀。理性、务实、科学。珍姐，我真的不懂你们地球人，为什么每到2月中旬，雄性人类就要集体陷入一种不花大钱买礼物就会死的生存焦虑？这完全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。辉仔，你以为你送的是象征爱情的玫瑰，但在2000年前，这一天男人手里拿的是从温热尸体上剥下来的羊皮鞭呢。你以为你在约会，其实你是在参加一场跨越1000年的活人祭祀仪式。你别乱编，这不科学。情人节不是纪念一个叫瓦伦丁的神父吗？那是一个关于爱与勇气的故事，跟你说的血腥祭祀有什么关系？圣徒的故事只是商人们为了掩盖腥臭味撒上的香水。今天姐就带你把这层粉红色的皮给剥了，让你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剥皮？你讲话一定要这么猎奇吗？好了，各位社员，欢迎来到不科学研究社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最浪漫节日背后的暗黑演化史。要谈情人节，你得先忘掉巧克力，回到公元前的古罗马，2月13到15号叫做牧神节。当时罗马城还在野荒之中，人们崇拜的是路波卡斯，那是守护牧羊人、驱逐野狼的神。仪式是极其血腥的。祭司会在帕拉迪尼山下的深洞里当众宰杀2只壮硕的山羊和1只狗。山羊代表的是极致的生殖欲望，而狗则代表净化灵魂。祭司会挥动那把还带着温度的祭刀，将新鲜的血迹直接抹在2位被选中的贵族青年的额头上。这时最诡异的画面出现了，祭司会拿出一块浸过牛奶的羊毛，把青年的血迹擦掉。而在血迹消失的那一刻，这2个年轻人必须狂笑。这不是开心的笑，而是一种强迫性的、几乎疯狂的爆发，象征生命力强行压制住了死亡。接下来，这2位年轻人会将羊皮剥下，切成一条条的长长的皮鞭，这东西在拉丁语叫 fibula。他们会赤身裸体，只披着刚剥下来还在滴血的羊皮，手连皮条，在罗马街头狂奔，看到女性就狠狠抽下去。当时的女孩不但不躲，还会主动排队伸手，甚至露出背部等待被抽打，因为他们深信这沾满祭祀血迹的皮鞭能驱除不孕的诅咒。辉仔，连2月这个单字语言就是这条用来抽人的皮鞭啊！这不科学，这完全是集体歇斯底里。所以2月的本意竟然是被羊皮条抽打的月份。罗马人的约会方式也太重口味了吧！这才叫原始的生命力，哪像你们现在只会传几个爱心贴图，那叫萎缩。好吧，罗马人很硬核，我认了。但这跟那位圣瓦伦丁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现在每张卡片都要写着 From Your Valentine？
这位仁兄到底是谁？这就是历史最吊诡的地方。历史上其实有3个瓦伦丁，而且下场一个比一个惨。因为史料太模糊，天主教会甚至在1969年把他的纪念日降级了。最出名的是公元3世纪的神父。当时罗马皇帝克劳迪2世发现结了婚的男人因为牵挂家庭都不想上战场，所以下令全城禁婚，要把所有男人变成战争机器。瓦伦丁觉得这太违背神旨了，所以他在深夜的地窖里冒死帮年轻人证婚，这在当时是叛国罪。他被抓到后，皇帝先下令用木棍活生生地把他的骨头打碎，再用2月14号那天将他斩首。传说他在狱中感化了狱卒，甚至治好了狱卒女儿的失明。死前留下一封信，署名 From Your Valentine。 辉仔，这就是你们庆祝的由来，一个被打成碎骨，最后被砍掉脑袋的死刑犯。现在意大利的圣玛利亚教堂里还放着他的头骨。你们在吃巧克力的每一口，本质上都是在消费这个死刑犯的血腥。这故事原本很感人，被你讲完之后，我现在看巧克力都觉得像骨灰团呢。瓦伦丁如果知道你们把他的忌日拿来放闪和开房间，他可能会气得想从断头台站起来抗议呀。而且全世界的情侣都在庆祝一个没人认识的死者的纪念日，这听起来比都市传说还悬。芬姐，我有个严重的科学质疑，如果2月是为了纪念瓦伦丁的死，那它是什么时候变成浪漫求偶日的？这被归功于14世纪的一位英国大诗人杰弗里·乔叟。在1382年，乔叟为了庆祝国王理查2世订婚，写了一首诗叫《众鸟的知会》，里面提到圣瓦伦丁日，每一只鸟都来到这里选择配偶。这完全违反气象规律哎！根据我的分析，2月中旬的英国明明就是冷死人的地狱模式，而且14世纪正处于小冰河期，2月中旬的英国冻得连鸟的翅膀都可能结冰，根本不可能交配。现代学者凯利教授发现，乔叟指的圣瓦伦丁日极有可能是5月3号，那是郑纳亚圣瓦伦丁的纪念日，那时正值春暖花开，才是鸟类的求偶期。所以你们人类庆祝了几百年的情人节，可能纯粹是因为读者搞错了日期，在寒风中强行浪漫。既然日期是错的，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人手一张卡片的商业陷阱？因为19世纪的人类不仅浪漫，还很刻薄。那是流行一种叫酸醋情人卡的东西。酸醋听起来很有趣啊，难道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告白信？才怪，那是专门写来羞辱别人的恶意卡片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单身者在网络发的文已经很酸了，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才是个中高手。那是一个表面优雅，内心极度压抑的时代。19世纪中叶，情人节商业化爆发，但与粉红蕾丝卡片同时流行的是一种极致恶毒的产品——酸醋情人卡。这些卡片画着歪七扭八的漫画，专门用来羞辱你看不顺眼的人，比如嘲讽老处女、羞辱负心汉，或者恶整抠门的老板。最恐怖的机制是，当时的邮资是收件人付费，
想象一下，你以为收到了暗恋对象的情书，满怀欣喜地付了钱给邮差，打开一看，内容写着：你长得像头驴子，说话像只公鸡，求求你离这座城市远一点。这简直是单身狗对全世界情侣的恐怖攻击。哟，这里是辉仔单身代表，这一届西尾监狱发起，高分被咆哮。你自认女神，其实是蕾丝包装的空壳，脸上的粉掉下来能刷出墙壁的颜色。你说追求真爱，其实只看他的钱包。这张酸醋卡是我最有礼貌的警告。你付了邮寄，打开才发现全是毒电。爱情小船会翻，但我的单身派对最热闹。这张酸醋卡就是我送你最好的句号 ，peace。辉仔，你这段 rap 里的怨气都快把我的长发给吹散了。为了遇见那个对的人，人类发展出了许多比鬼片还猎奇的习俗。在英国，女孩要在情人节前夜煮一颗鸡蛋，把蛋黄挖掉，塞满盐，然后连壳吃下去。重点是整晚不能喝水。就说如果你能忍受口渴睡着，梦里谁拿水给你喝，谁就是未来的老公。这根本是在玩命。吃咸蛋不喝水，在医学上叫急性高血钠。那梦到的水杯是求生本能。还有更硬核的，在2月13号午夜绕着墓地跑12圈。如果你没被吓死，你在第12圈结束时就能看到未来伴侣的幻影。这在我们界叫强行开启灵视，很容易出事的。绕墓地跑，那是缺氧导致的幻觉好吗？我在韩国就参加过比较务实的聚会，在2月14号没收到礼物，3月14号也没收到回礼，那4月14号我们就会聚在一起，穿一身黑，吃黑色的韩式炸酱面。这是什么单身狗悲伤的集体仪式？一群人穿着丧服吃黑乎乎的面。我们这是为了庆祝单身，绝对不是对那些假惺惺的放闪、羡慕、嫉妒、恨。总之，人类为了预测真爱，还搞过很多更不科学的事，比如去摸头骨。哦，那是19世纪疯狂流行的颅相学。当时的情侣甚至婚前还会去预约摸头时，看看对方的后脑勺有没有爱欲区。摸头骨就能看出会不会出轨，这比我的扫描仪还不靠谱。在维多利亚时代，如果你的后脑勺特定位置凸起，就会被认为是热情如火。如果那块地方扁平，你可能会被视为性冷淡或不忠。而更早的中世纪欧洲，还有一种叫汗水蛋糕的巫术习俗，女性会把面团塞在腋下，吸收个人气味，然后烤成蛋糕给心仪的对象吃，试图用体液诱惑对方。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这种行为演化成了费罗蒙派对。单身男女会闻别人穿了3天的脏 T 恤，然后根据味道挑选伴侣。甚至还有公司推出 DNA 约会服务，宣称只要比对唾液中的免疫系统基因，就能找到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吃腋下蛋糕，闻脏衣服，你们地球人对生物数据的利用方式，真的让外星人感到生理不适。这就是爱的味道啊，辉仔，你这种只会用逻辑分析的情感荒漠是不会懂的。讲了这么多，我突然觉得单身真的是一种高级的生存策略，不用被羊皮抽，不用吃咸蛋，更不用担心收到酸醋卡。但是辉仔，人类就是这样，明知道那是血腥的仪式，明知道那是化学的陷阱，还是会前仆后继地跳进去。那是因为人类的理智在爱情面前连1KB 的存储空间都没有。好了，各位社员，不管你是正在被多巴胺绑架，还是正在吃黑色炸酱面，祝大家情人节
平安活着就好。最后，各位社员们，关于情人节，你倾向于哪种观点？一、血腥祭祀派，这节日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被包装过的危险生殖崇拜。二、生物陷阱派，别谈爱了，那是大脑在骗你的钱，赶快清醒。三、酸醋复仇派，我强烈建议恢复酸醋情人卡，让那些放闪的人感受一下现实。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记得订阅不科学研究社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嘿嘿嘿，我在你身后看着你留言哦，别写错字哦。